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佛法讲诸法皆空，或者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面所讲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或否定一切的存在，不是这样子哦。如果把它理解为什么都没有，那就误解它的意思了哦。佛法讲空，它的意思是说，一切事物的存在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空不是没有，而是不固定。空不是虚无，而是因缘和合。空不是否定存在，而是看透本质啊。举例来讲啊，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了哦。例如一张桌子啦，它看起来是存在的啊，但如果深入去了解，其实它是由木头、工人、时间、工具、空间等等的组合而成的嘛。少了任何一个条件，它就不会上一张桌子的啊。所以这张桌子不是永远存在的，哪一天因缘转变，也是不离成住坏空嘛，不是吗？三只脚断一只两只，桌子就没有啦。所以是空，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存在，所以也不是无。一间房子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一间房子看起来很真实嘛，很稳固的坐落在那里嘛，它也是有很多的条件去组合，包括什么钢筋啊、水泥啊、木材啊、土地啊，还有什么设计的人啊、设计师啊，跟施工的工人啊，甚至还包括有人使用这个条件，少了任何一项，这间房子的样子或功能就会改变了。因为房子会因为老旧而崩塌，或遭受天灾袭击毁灭，甚至消失啊！这就是成住坏空的物理法则嘛。那再进一步来看一个关键，一间房子其实不是只有墙壁跟屋顶而已哦。真正要成为房子的条件是里面要有空间啊。房子里面的如果东西全部塞得满满的，就没有空间可以住人啦。就没有空间可以活动啦，这样就不能叫做房子啦。这一点其实跟老子《道德经》里面讲的一句话意思很接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说，房子要有形的结构，就有墙壁啊、柱子啊，这样才会让房子存在。还要有无形的空间啊，这样这间房子才能够使用嘛。把这个道理延伸来解释也是通。当一个人的心满满的，一杯水满满的，无法再加入任何的水啦，很自满啊，充满了定见啊、成见啊、情绪啊、我执啊等等。当这个心有空间，那他就能耐心听别人说话啊，有空间调整自己啊，才会有空间放下执念啊。所以当心中有这个空，反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力量、更有弹性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人生因为心中有空才会自在啊。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或把一切否定掉，而是让一切有可能有作用。佛法上叫做什么？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真空非空，妙有非有啊！看似空，实则有啊；看似有，实则空啊。什么是真空妙有呢？先解释真空了哦。真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指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空。之所以会有，那是因为有因缘和合才造成的。因为原生就有啊，原灭就没有啊。那妙有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一切都是空，所以才可以随着因缘呢，呈现出种种作用跟现象。如果是满的啦，那就呈现不出它的作用了嘛。就好像说房子塞满东西啊，就无法住人的啊。那真空妙有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万物的本质都是空，
所以才能生出万有的妙用。房子因为有空的空间，才能让人居住跟活动嘛。那这个道理就是什么？真空妙有嘛。房子很空啊，但是它好用啊，没有空间就不能用啦。那什么是妙有真空？先讲妙有了。妙有就是我们看到世间一切现象啊，包括人、事物、情绪、得失、福祸、成败等等，这些都是短暂存在的有，叫做妙有。但这些有其实本质上也是无常的哦。现在有，以后可能没有了啊，所以都是没有自信的。可能一个无常来了，就造成什么生住异灭的，不是吗？那这跟物理上的成住坏空，到最后不是灭就是空嘛，所以这个叫做真空啊。那真空妙有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看似存在的现象，其实本质上都是空。那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就好像浪花、海水跟浪花了哦。那浪花，有啊，有浪花，看到浪花啦，千变万化啊，有高有低啊，有生有灭啊，但它的本质还是海水嘛。海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啊，所以海水是真空。因此，真空妙有来看，从真空妙有来看，海水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海水是空。海水变成各种浪花，浪花就是有变成浪花了，各种不同的浪花。那反过来，从妙有真空来看，所有的浪花都是看见的有嘛，浪花嘛。那这个浪花落下来之后，就看不见这个浪花啦。这个时候浪花就变成什么？空。所以以上这个浪花跟海水的例子，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最好的例子啊。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常讲说万般带不去，什么都带不走啊，空的啊。因为人生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啊，最后一场空不是吗？你要带走什么呢？身体、金钱、名利、地位等等，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带着走。所以看似有啦，生前的好像是有，其实是空。可是你说它是空吗？它又不空哦，因为业力跟因果不空。业力是紧紧跟着你啊，你不理它，它也会死缠着你的。非跟着你不可啦，这个由不得你啊。那业力跟因果看起来是无形无体的啊，看似空哦，看不到其实是有啊。那这个就是妙有啊，这个道理有学佛的人大概都比较容易懂了哦。要行中庸之道，就要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相，不执两边，不执着两边啊，也就是面对有不要执着，面对空不要逃避。成功、失败、得失、人我是非等等，这些都是妙有嘛，有这个现象嘛。然而这些妙有的本质上也都是空。那既然都知道是空，那何必去执着呢？知道一切都是空，那不代表我们要很消极，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这样。反而要积极行善，积极充实自己，累积资粮。这个就好像说，我们知道人生无常并不是要我们消极无作为，而是要积极去准备。因为有备就无患，无备就有患呢。那这个道理通透了，就是智慧嘛。其实严格讲，头衔也是一种假名相啊，也是一种空相啊。在佛法里呢，名相本来就是人为暂时去设立的标示，是用来方便辨识跟沟通的。例如董事长啊、教授啦、队长、会长、执行长、总协调、总指挥等等，甚至是马来西亚的什么丹斯里什么拿督这些头衔本质上是社会的角色或功能角色的称呼啦，但并不代表一个人永恒不变的本质哦。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之所以有某个头衔，那是因为因缘条件的聚合嘛。那这些因缘包括什么？能力机会
跟别人的认可啊，或制度上面的安排啊等等啊。那一旦这些因缘改变的话，那头衔也会跟着转换或消失啦。所以假名相，所以是假，正是因为它是空的啊，也因为它是空，所以才能够随着因缘转变而有不同的名字跟称呼啊，跟头衔啊。所以举例，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啊。例如，白天在公司是董事长，晚上回到家变成孩子的爸爸，对。面对父母的时候是儿子，在朋友之间，呢是朋友。因此，如果没有公司的这个因缘啊，没有创立这个公司，怎么有公司董事长呢？对不对？没有孩子的因缘，就没有爸爸的称呼啦。你都没有结婚，谁叫你爸爸？对，我也是一样啊。我两个女儿都不生啊，所以我这辈子顶多是当爸爸而已啊。没有孙子会叫我阿公啊，所以没有孙子的因缘也是一个空。不管是董事长也好啦，是爸爸也好啦，哪一个因缘成熟，就呈现哪一个角色跟称呼啦，对吗？董事长白天在公司里，大家看到他就会很恭敬的叫他董事长，而他负责决策重大事情，并指挥全局啊。晚上回到家，女儿跑过来叫他爸爸，你陪我玩。这个时候没人叫他董事长啊，他也不用去发号施令的，他只是一个陪孩子玩闹的爸爸。有一天他忽然问自己，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啊？是董事长呢，还是爸爸呢？如果他执着我是董事长，回到家还摆个架子，那这个家庭就会失去温度啦。如果他否定董事长的角色，那公司就失去有人负责啊，有人运作啊。所以色即是空来解释啊，以色即是空来解释的。董事长跟爸爸这些都是因缘和合之下的角色，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啦，变来变去嘛，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是爸爸，有时候是董事长，不是吗？所以以空即是色来解释呢，就因为没有固定的本体，他才能在公司里面是董事长，在家里是爸爸啊，随缘转换，变来变去啊，无缝接轨，对不对？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了，角色是因缘给的，能转换才是智慧。要看破角色，才能够把每个角色演好。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角色或这个头衔或名位，而是不要被这些角色、名位、头衔给困住了。其实每一个人就像一个演员嘛，不会因为换了角色就变成不同的人啊，而是在不同的舞台上或不同的剧本上去呈现不同的角色嘛。如果把角色当成真正的我，那就会产生冲突跟执着了。如果知道那只是因缘的显现而已，我们只是在演什么像什么，那就能角色转换自如啊，就不会被卡住了嘛。因为戏演久了就是人生啊，人生久了那也只不过是一出戏。佛法上把人生角色的转换自如叫做菩萨游戏人间啊。不过有一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就是假名相的假不等于没有或不重要哦。头衔虽然是假名相，但是在世间法里面还是有它的功能跟需要性哦。例如你必须依这个头衔跟责任去分工角色跟定位啊，才能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嘛。如果完全否定它，那就会落入一种偏执了哦。2012年我从新马回来台湾，刚刚到净寺精舍的时候，有一天我随着证严上人在精舍里面散步啊，那证严上人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现在回来精舍，就要一切放空。”但是我只轻轻回答一个字：“是。”就这样在精舍待了6-7年。那时候啦，那时候什么头衔都没有啊，只是一个平凡的志工啊。每天早上听经闻法做早课，白天随师学习上人日理万机，处理人跟事的圆融智慧啊。
后来正言上人要我承担基金会的副执行长的时候，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了。当时我告诉正言上人说：“哎呀，我现在什么头衔都没有，一切放空，也是觉得很清安自在，无忧无虑啊。”好，我并且回答正言上人说：“哎呀，上人，我实做就好了，不需要什么头衔啊。”这个时候，正言上人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虽然头衔是世间法，是假名相。”但是入人群做人间事，没有头衔，有时候也是很难做事啦。那在名师面前，我不能预设立场啊，我也不能心存定见啊，必须尊师重道，依教奉行啊。因此，当正言上人这句话讲完之后，我立即果决地回答一句话，我说：“上人，头衔我不执着，但如果上人要我承担副执行长这个职位，弟子也会欣然并感恩接受。”不排斥啦，就这样的师徒对话不到1分钟，就承担了这个副执行长这个假名相的头衔呐，到现在了。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是什么头衔，而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有没有把事情做好，这个才重要。因为能尽本分，才会有本事啊。我们用一个生活中的比喻来解释头衔哦，很恰当，大家一听就懂。头衔就好像穿衣服啦，穿上西装啊，不代表你的本质是西装哎，换了衣服你也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哎。所以如果把名相看得太重啊，就好像把衣服当成自己一样啊。如果看清楚那是假名相，会换来换去、变来变去的，那就能够自在的穿脱啦。所以也可以说，头衔就像穿衣服，是暂时借来穿的。业力才是每个人要各自带走的。心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整部经的核心，这句话也是最容易被误解，大家都朗朗上口，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话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假名相头衔其实是完全贯通的哦。什么是色？色不是光指颜色而已啦，指一切看得到、摸得着的相，包括身体啊、物质啊、身份啊、头衔啊，跟一切具体存在的事物都叫做色。简单说，就是有形有相的世界叫做色啦。那什么是空？这个空跟刚刚前面讲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空都是一样的，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也就是必须因缘和合，它才会存在。没有因缘和合就不存在，即使有也是暂时的。色即是空跟妙有真空都是强调一切都是空，才会显现出各种现象。那各种现象都是色啦。如果一切是固定不变的，那就不可能有身份的转换、成长的改变跟因缘的生灭。而变化无穷了，不会这样子的。所以空不是否定一切的存在，而是在说明事情甚至世界能够运作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啊。那佛法最重要是讲什么？中道智慧啦，强调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嘛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嘛白天是董事长，晚上是爸爸这些就是心经所讲的色。人生中各种不同的角色都叫做色。角色会变，是依因缘而存在的，因缘没有就没有这些角色了嘛。所以看似有，实则空。但也因为是空，我们才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转换角色、变化角色，变成有这个角色的空即是色的道理跟前面讲的真空就是妙有的道理也是一样啦。我们刚刚前面讲房子因为有空的空间，才有使用的价值，不是吗？也是叫做真空妙有。其实这个道理可以叫做空即是色，所以才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啦，而是没有永恒的本质在啦。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